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四八动力。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四八动力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四八动力 Serba Dynamic Holdings Berhad 成立于2015年12月，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主要通过旗下子公司为石油和天然气、石化、发电行业、水和废水以及公用事业提供综合工程解决方案的一家国际能源服务集团。公司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93年6月11日，那天是个星期五，也是 Serba Dynamic 创立的日子，由现任首席执行员 Muhammad Abdul Karim 创立。初期的 Serba Dynamic 是旋转设备维护、修理和翻修服务的提供商，期间曾在沙劳越的明都鲁为一家化肥厂进行维护和翻修服务。1年后 Serba Dynamic 赚到了第一桶金，于是在明都鲁的工业区购买了一块1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属于公司的第一间机械和制造服务中心。随后公司一直在明都鲁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下游行业提供服务，直到1997年8月，公司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Serba Dynamic 被选为 Petronas 的其中之一的供应商，为 Petronas 提供翻修旋转设备，以进行工厂周转和检查服务。为了保持业务的竞争能力，公司在1998年扩展了业务范围，包括对石油和天然气、发电以及重工业人员进行旋转设备维护的技术培训以及相关课程。2001年，公司在卡达获得一份涉及旋转设备的维护、维修和翻修，以及为天然气平台进行升级和安装的合约，正式把业务扩展至海外市场。2004年8月，公司成立了 Serba Dynamic Group Berhad， 以作为投资控股公司，向集团内的子公司提供管理服务。在2007年2月，Serba动力将业务活动扩展到了工程、采购、施工和调试服务，为 LNG Sdn Berhad 提供服务，是一个涉及到燃气轮机的润滑油氢气去除剂和过滤解决方案设备的项目。接下来的10年间，Serba动力不断地扩展业务至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中东地区和欧洲等等。而为了管理多个不同地区的业务，公司也不断地成立或收购子公司，业务也一步一步地壮大起来。Serba动力于2017年2月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279 Serba。公司在2019年11月派发了红股和免费凭单，同时也把股票拆分了，使到股票价格从每股4令吉多变成了每股2令吉。这次的活动除了可以奖励忠实的股东们以外，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司股票的适销性和交易流动性。Serba动力在经过了27年的奋斗，已经从一间小型的维修服务提供商，成长为业务遍及世界各地的国际能源服务集团，持续的为多个国家提供这尖端的服务。Serba动力是一家石油和天然气与电力工程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目前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南美洲和北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地区、中亚和南亚以及东南亚。Serba动力拥有这3个业务部门，分别是运营和维护部门、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运营和维护部门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旋转设备的维护、修理和翻修，以及静态设备和结构的检查、维护和保养服务。旋转设备是指来回转动的机械设备，包括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发电机和压缩机等等，可以用于许多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发电、采矿、运输和建筑等领域。静态设备则是指在处理或制造过程中没有任何机械或移动部件的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分离器和反应器等等，可以用于许多制造和加工厂，例如原油精炼厂、
天然气加工厂以及石化和化学制造厂。这部门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在2019财政年中贡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 85% 以上。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部门的服务范围包含了整个工程的所有项目，例如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设备供应、采购、交付、安装、测试、调试以及售后服务和维护等项目，而其中的工程就包括了管道系统、过程控制和仪表、发电站、气体压缩站、辅助发电和消防系统等等。这部门是公司的第二收入来源，在2019财政年中占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 18% 以上。其他部门的业务并非公司核心业务，营业额的贡献也不多，在2019财政年只贡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 3% 不到。这部门拥有多个不同业务，包含系统整合、技术解决方案、技术教育与培训、贸易服务以及供应产品和零件。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四霸动力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四霸动力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9亿8439万令吉增加了 29.9% 至12亿7867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亿1215万令吉上扬了 19.2% 至1亿3372万令吉。营业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营运和维护部门，还有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部门的业务表现出色。进一步了解后可以发现，营运和维护部门的增长原因在于中东地区的维护、修理和翻修服务增加了，而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部门的收入增加主要来自于坦桑尼亚的锐碱工厂以及马来西亚的 Petronas Carigali 的业务。至于净盈利方面，虽然比去年上涨了不少，但是因为财务费用增加了1倍数，导致净盈利的上涨不如营业额。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9.2% 至70亿1022万令吉。总资产的主要变动在于固定资产增加了，还有就是库存量以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也比3个月前增加了，分别增加了 20% 和 14% 左右。值得留意的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有 10% 是没按期付款的客户，比起3个月前有上涨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上涨了 12.6% 至44亿795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变化是长期和短期贷款，总共增加了大约4亿5000万令吉。除此以外，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也是比3个月前增加了。相信公司是想在这段经济不稳定期间保持着足够的流动现金。其实以公司目前拥有差不多13亿令吉的流动现金，要应付短期中的负债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长期负债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所以这里必须要多加注意。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 30.5% 至4319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虽然这季度的税前盈利比去年更多，但是由于公司大量的补充库存量，导致消耗了大量现金，还有就是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有很多都还没向顾客收回，导致现金流处于流出状态。只不过公司似乎也拖欠着供应商的大部分材料钱，所以这季度的现金流才不至于变成负数。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从去年的1亿3277万令吉暴增了 85% 至2亿4556万令吉。现金支出暴增是由于公司抵押给银行的定期存款比去年减少了1亿令吉左右。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去年的现金支出转为现金流入，
现金流一共比去年增加了2.4765亿令吉，至1.6580亿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其实这一季度的现金支出并没有比去年少，而且无论是支付利息或是股息，都比去年来得多。另外还增加了偿还租赁负债和回购库存股的费用。只不过这季度公司有向银行贷款，所以现金流才由支出转为流入。总结来说，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业务，至少在这10年内是无法被别的资源取代的。而48动力就属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服务资源型公司，每年都会定时定期的维护那些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机械和设备。虽然近期发生了影响全球经济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石油价格大跌，多家石油巨头濒临破产边缘，但是48动力在这期间的业绩依然保持稳定，可见公司的竞争能力非常不错，未来成长前景相信也会相当明朗。当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拥有庞大的贷款，尽管大部分属于长期贷款，但近期正处于经济不稳定时刻，似乎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